不到8块，年营收却能远超100亿。国内65万家奶茶店里头，它的数量几乎是第2名到第5名的总和。哎，说到这儿，你应该已经猜出来它是谁了，就是小林奶茶店啊！不，咱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是蜜雪冰城。你爱我，我爱你。你看啊，这是2023年全球连锁餐饮品牌门店数量的排行榜，蜜雪冰城超过了36000家，前几名里头至少都是那种50多年的老品牌了。而蜜雪真正起来，也就是近10来年的事儿，而且它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。你比如说它那个招牌的柠檬水，一年能卖出10亿杯。想当年香飘飘著名的广告语说1年7亿杯，能绕地球2圈。蜜雪23年前3个季度出货量就58亿杯了，这都不知道能绕地球多少圈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现在火爆的茶饮品牌那是数不胜数，喜茶、奈雪、古茗、茶百道、霸王茶姬，对吧？非常多，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，最主要的就是各自都有自己的价格带。而蜜雪呢，它一直深耕的都是10元以下的市场，毫不夸张的说哈，在这个价格带是独一档的存在。其实吧，你看高价市场，它可能玩法很多，但是越到平价的市场呢，它其实是越需要这个商业能力的支撑。哎，咱们就来剖析一下它这个商业秘密。蜜雪冰城的创始人叫张洪超，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，初中刚毕业就干了不少那种谋出路的活，什么修摩托、卖食品、养殖都干过。后来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读书，还在上学的时候，97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1次创业，叫韩流刨冰，卖刨冰的。这个也被视作是蜜雪冰城梦开始的地方。不过吧，一开始他也没经验，加上那时候赶上城市化高速发展，店铺这前脚刚打好，后脚就要被拆迁。5、6年的时间里，经历了3次关店、4次拆迁，最后好不容易2003年在他的母校旁边把蜜雪冰城这个小店给安顿下来了。不过那个时候的蜜雪它还不是一个奶茶店，什么都卖，有刨冰，还有家常菜，反正主打一个物美价廉，3块钱的汉堡，2块5的炒饭，深受学生群体的喜爱。这个生意呢就慢慢红火起来了。到2006年当时奥运的热度非常高，河南呢就出现了一款蛋筒冰淇淋，长得跟火炬似的，卖将近20块钱，但是还是非常火爆。你想以他那个3块钱汉堡、2块钱炒饭的朴素认知，冰淇淋又不是什么复杂东西，凭什么要卖20块钱？于是转头张洪超就开始自己研究，想怎么能造出来这个火炬冰淇淋的平替。他又是买2手的冰淇淋机，又是去找那个蛋筒供应商研究配方，很快就给试出来了。虽说吧，这个味道要赶超那个火炬冰淇淋倒不至于，但是价格我给你打到最低，只需要1块钱。你看人家卖20，他就卖1块，瞬间就火爆起来，到现在都还是他的拳头产品之一。这个冰淇淋的火爆也让张洪超顺势就开启了分店，亲朋好友都纷纷加入，这也形成了蜜雪最早的加盟模式。而这些亲戚朋友也是蜜雪的第一批加盟商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蜜雪就这么一路开店，一路发展，直到2013年，这个命运的齿轮又一次转动了起来。当时蜜雪想找一款适合夏天的饮料，最终呢就把这个目光锁定在了柠檬。但这个柠檬水吧，它不是你把柠檬简单放进水里就完事儿了。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哈，反正要么是太酸，要么是没味儿，就是没那么好喝。毫不夸张的说蜜雪的团队在优化这个柠檬水的时候，把全球各种柠檬挨个尝了一遍，挑个柠檬有一种品酒的感觉。最后呢，就选了这个香度、甜度、酸度都比较均衡的尤利克宁。而且他们对这个尤利克宁的克重、糖度、出汁率都得做筛选，必须得达标，我才用。关键是什么他又一次借鉴了冰淇淋的成功经验，把价格给打下来了，只要3块。你想3块钱，基本就相当于你去便利店买了个瓶装的冰红茶。关键是这个价格，你得到的是一杯现制的饮料，而且还是新鲜柠檬做的，所以它一问世，又成了蜜雪的拳头产品。到现在一年能卖出10亿杯，即使到现在10年过去了，大部分地区它的价格也就只涨到了4块钱。至于它为什么总能把价格打下来，我们一会儿再分析。之后的几年像喜茶、奈雪等等的鲜果茶、鲜奶茶，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。不知不觉中呢，你在逛街看电影的时候，瓶装饮料换成了奶茶、果茶。那蜜雪呢，自然也吃到了这一波茶饮崛起的红利。而且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是它其实一直都在深耕10元以下这个市场，凭借着它的价格优势，稳稳的成了这个市场里头独一档的存在。你看其他奶茶店几乎总是得靠出新品去吸引顾客，不可避免大家之间就会相互竞争、相互模仿。但蜜雪走的这条道路呢，简单明了。众所周知，它的杀手锏就是价格，但就是这么公开的秘密，就是没有人能模仿得了。它怎么能做到这么极致的价格？关键就3个字儿：供应链。我们要一点一点深入到蜜雪的商业内核了。10年代往前的10-20年里，像蜜雪这种加盟的模式，其实很多连锁餐饮倒闭，它背后的核心问题都是供应链。比如你看海底捞，它能做这么成功，你以为它的核心就是跟所有的烦恼说
当然，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它其实是餐饮供应链建设的一个王者。他们擅长的都不仅仅是卖饮料、卖餐饮了，而是这背后更专业的一个工业化体系。蜜雪它很成功的一点就它提前意识到了供应链的重要性。我跟你说，它可以说是奶茶行业里最早自建中央工厂的企业，在12年的时候就在河南自建工厂，把采购来的原材料加工好，然后直接卖给加盟商。后来呢，随着蜜雪越做越大，它这个供应链的底座也得扩大，所以为了减少对上游食材的不确定性，蜜雪干脆直接把厂给建到了原产地。我在企查查上就发现，蜜雪有一家子公司叫雪王柠檬，现在改名叫雪王农业，注册地就在四川资阳市的安岳县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就是那个尤利克宁的主产地，他们就在这块上直接跟当地的农民去合作收柠檬，零中间成本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蜜雪的柠檬水现在也就只卖4块钱，是吧？这就是自建供应链的第一大好处，降低成本。这还没完有第一大好处就有第二大好处，这第二大好处就是帮助它快速增长。注意这个重点在于快速。俗话说得好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对吧？你后方得先稳固了，前方才好冲。大概14年开始的时候蜜雪就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增长期，建了自己的仓储物流中心。他们当时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，加盟商你只需要买原材料，运输全都免费，帮助他们迅速打开了全国的市场。2020年底门店破万，2021年底门店就破了2万。蜜雪从第1家店到第1万家店整整用了20年，而从第1万家到第2万家只用了1年。到现在蜜雪的这个供应链已经做的是非常大了，它光上游的食材就覆盖了全球35个国家，从新西兰买奶，从加纳买可可，从丹麦买芝士，从越南买百香果。2018年蜜雪开始出海，同样呢也是延续这种加盟的模式。背靠着这个全球的供应链，蜜雪很快就超过了东南亚本土的品牌，现在也是东南亚市场最大的鲜制茶饮。到去年年底的时候，蜜雪的门店已经突破了36000家，在全球排名第4，海外的门店也超过了4000家。你看这么极致的供应链，一个是帮它降低了成本，一个是帮它保证了增速。所以与其说它是个奶茶品牌，不如说它是一个披着奶茶外衣的供应链公司。这一点从它的财务数据上也非常明显。比如你看，这个是蜜雪的招股说明书，23年前3季度收入是150多亿，其中98%主要都来源于向加盟商的商品和设备销售，加盟费和相关的服务只占1.8%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它根本不是一个 to C 的卖奶茶的公司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的 to B 的供应链公司，好像更像是一个奶茶行业的卖产人。而卖产人这个角色给蜜雪又带来了一个好处，这也是它供应链的第3个好处，就是帮助蜜雪降低风险。这个怎么讲呢？你比如说蜜雪的尤利克宁，它现在也会供应给其他的奶茶品牌。这个奶茶品牌可以一茬一茬的常换常新，但如果我作为供应链的上游，我就是个卖柠檬的，那只要柠檬茶、柠檬水这个市场在增长，不管奶茶品牌怎么样，我就在增长。就好像新能源汽车的品牌，对吧？来一波走一波的。但如果我是个卖锂电池的，只要整体新能源的市场在增长，那我就在增长，而不会受某几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影响。所以你看它越往供应链的上游走，它其实抗风险能力是越强的，也可以帮它去尽量的避开奶茶可以说是红海市场了。其实蜜雪它跟加盟商的这种合作模式，就是只卖货不分利润，是不是最优呢？还有待探讨。比如说你看欧美的这些连锁品牌，麦当劳星巴克，他们采取的其实是品牌会从加盟店利润里抽成的一个模式，相当于一个更深度的绑定，他们觉得这样是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。虽然从规模上来讲蜜雪现在是稳稳的龙头，但是你想奶茶行业爆火，也就是最近这10来年的事儿。所以对于蜜雪来说现在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如何去延续这个龙头地位，进一步往全球扩展。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继续稳固供应链的这个地位，蜜雪还有第2招，就是构建 IP 去树立自己的品牌力。我跟你说消费领域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，就是低价的品牌它的稳定性是更高的。这个怎么讲呢？比如你想去一个高档餐厅，就是人均可能好几百上千的那种，可能我今天吃个帝王蟹，明天去吃个鹅肝，你就很难有那种我一想吃好的就鹅肝逮着一家一直吃，对吧？但相对低价的呢，它就不一样。你就比如说家常菜，我就喜欢吃宫保鸡丁、西红柿炒鸡蛋，那我真的就逮着它一直吃。我们家楼下店，我每次点的都差不多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你会看到在贵价的市场里，各个品牌可能五花八门、百家争鸣，但是在低价的细分市场里，最头部的品牌一般就那么1-2个。也就是说，在低价的市场里，占据用户的心智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好像可乐，对吧？我吃汉堡的时候就感觉应该有杯可乐，看球赛就感觉应该配杯可乐，合家欢乐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开一罐可乐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它甚至成了一个必需品，成了一个快乐水。这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给你建立起来的这个用户心智。那对于蜜雪来说呢，他希望的就是你渴了就想来一杯蜜雪冰城的柠檬水，把这个心智给建立起来。哇哦！
你看，一般建立用户心智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打广告、找代言，但蜜雪它又不一样，它就没去找那个流量明星，而是搞了一个自己的雪王。你看人家奶茶咖啡店都是找什么黑悟空、飞天小女警搞 IP 联名，但蜜雪你发现没有，它很少联名，因为雪王就是它自己的 IP。蜜雪在18年推出了这个 IP 雪王，后续呢又围绕着雪王做了一系列的文化输出。19年给雪王设计了一个主题曲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又上头又洗脑，是吧？3万多家门店那么一播，立马就火遍了大街小巷。后来又在网上被二创传播，就更加深入人心。你看现在你一想起这个歌，脑子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白胖子搁那晃晃，是吧？同时这个雪王在各大的社交平台又是搞事情又是做视频，也积累了很多粉丝。趁着这2年 IP 概念非常火爆，在消费领域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独树一帜的 IP。去年蜜雪又推出了一个叫做《雪王驾到》的动画片，全网免费开播，播放量突破了2亿，在 B 站的评分高达9.9。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，想看看蜜雪想搞什么花式营销，结果发现它完全没提奶茶什么事儿，讲的就是这个雪王为了找回自己的冰淇淋权杖的故事。它就是个纯纯的动画片。今年刚刚又开播了动画片的第2季《雪王之奇幻沙洲》，它是那种敦煌的背景，很有国风的感觉，而且黑神话悟空的配音演员也参与了雪王的这个动画，就整个视频音效什么都还挺精良的。你要知道入局文化产业，它不是一个就小投入试试水的事儿。我还特意跟我动画行业的朋友打听了一下，雪王这种动画片它1分钟的制作成本大概就要10几万，一季光制作就要上千万的投入。而且就在这个月初，蜜雪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雪王爱动漫的公司，还给雪王注册了个商标，并且这个类别我查了一下不是广告，而是娱乐服务演出、电影制作这些文化传播相关的。你说就算蜜雪它不差钱，它能干的事情也很多呀，它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做动画片呢？其实他推出这个雪王 IP 并不难理解。你看蜜雪，他形象本身就是平价亲民，他确实也没必要去找那种特别高端的大明星花大价钱，还可能有翻车的风险。你看网友经常就说了嘛，雪王永不塌房。而且你看他线下有3万多家门店，这就是自然的流量，所以他可能也没必要去花大价钱找流量明星。而且这个大白胖子也没有什么国界的限制，全世界人民都喜欢，是吧？这点就挺聪明的，也相对比较好理解。那你说他为什么最近要入局文化产业呢？又是搞动画片，又是建传媒公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就像咱刚才分析的蜜雪他希望通过雪王这个 IP 让大家更熟悉你，更容易产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。而光一个 IP， 光一个形象搁那画着，其实还不太够。这个 IP 它想要有长久的生命力，它背后是需要内容去灌溉、去支撑的。就是我得去了解这个 IP 它有什么性格，对吧？什么技能、什么毛病，就像个人似的，我才更容易跟它产生情感的连接。而动画片呢，对吧？你让我更熟悉这个小人了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建立陪伴式 IP 的方式。你看，像什么哆啦 A 梦、蜡笔小新，都是你跟他童年产生连接了，就慢慢是一个对你影响力非常深的 IP。说到这种动画片的 IP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老前辈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想很多80、90后的朋友肯定都记得海尔兄弟，对吧？那个主题曲张口就来，可能很多知识都是跟这2个兄弟学的。你看动画片的时候都不一定知道海尔这个品牌，但它就是通过动画片、通过内容，把这个形象潜移默化的就刻在这代人的脑子里了。等之后你要买家电的时候，这个心智的影响就可能会影响你的购买决策，它其实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。雪王这个动画片呢，你看它剧情又不复杂，它针对的恰恰就是小朋友年轻人。这个雪王有一个冰激凌权杖，还有魔法，对吧？小孩一看就喜欢。之后你再看到蜜雪，对吧？你就能想到雪王，这个印象就挺好。而现在呢，他又注册了一个雪王爱动漫的公司，经营范围就是电影演出、文化传播这块的。你能看出来他估计是经过前面的摸索，已经基本决定要在这个领域干点什么了。那至于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是不是也会像迪士尼似的，以后会有雪王的电影、雪王的游乐园，甚至会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雪人呢？对吧？那都不好说。所以你看这些动画片等等文化内容的核心，它不是追求短期打造一个爆款或者弄一波流量，而是想要一个更长线的生命力，通过雪王这个 IP 跟用户产生连接，去建立用户的心智。你看经过咱们这么一分析，蜜雪冰城乍一看好像是个连锁的限制茶饮公司，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个供应链公司，现在又要拓展成一个文化公司。你是不是感觉奶茶行业的门道还是挺深的？虽说蜜雪冰城它从门店的数量来看已经紧逼星巴克了，但是从营收全球化的程度来看呢，它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要成为一家标杆性的茶饮品牌，它也有很多挑战。比如说它现在主要拓展的还都是发展中国家，未来发达国家它能不能打进去？这个性价比的路线能不能走通？和加盟商合作的这个模式需不需要调整？包括现在这个 IP 战略，从长期看效果到底会怎么样？这些问题就交给蜜雪冰城自己去思考吧。我得赶紧去筹划一下咱的小林奶茶店了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。